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3日晚间20点3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前合约，目前正在急速反弹，反弹幅度接近1%。这样呢，我们预期的道指最终呢在今天晚上大概率会有一个高开，然后它的反弹呢有可能会继续。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也就是上周我提到了一个概念啊，就是道指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根据我们的 K 线西游战法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啊，有大概率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么我们看到啊，道指的下跌呢是由2轮日线级别下跌构建出来的，但是呢，它在周线上表现出来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跌破了一个重要的整数关口3万点和重要的支撑线169日均线啊。周线级别的169日均线啊，这是周线级别的169日均线啊，也就是169周均线啊，也在这个3万点附近。那么两个关键的点位跌破之后呢，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我们K线西游战法里面有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所在啊，所以呢，本周我们观察到啊，它的主联也就是盘前合约目前开始了一轮反弹啊，它的反弹目前仅有1%，但是日线级别上已经收出了阳线。阳线之后呢，今天晚上9点半开盘之后，大概率道琼斯工业指数会走出反弹。这样呢，我们在这轮行情当中会看到啊，比特币的行情和美股行情它是互相联动的。即使不同步联动啊，它也会出现一些滞后性的联动。就是如果比特币在这个时候还继续做震荡的话，那么道指出现反弹之后啊，比特币大概率呢会有一定的补涨啊，这一定要注意啊。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来看啊，目前在4小时和小时线级别上啊，同时看到了啊，它正在做一个收敛动作。这个收敛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是从一个变形过来的。之前它的收敛结构呢是这样的啊，我们画出之前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波谷连线呢是固定的，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18500这个位置上形成的波谷同这个波峰连线构成了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我用红圈画了出来，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快速上拉，上拉之后接近169日均线啊，4小时级别169日均线之后呢，快速下行，行情重新回到平淡。平淡之后呢，它的结构呢，我们看到它的结构正在不断的变化。怎么变化呢？它的波峰连线出现了变化。我们连接最多的波峰连线之后，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它的震荡正在逐渐的收窄啊，震荡收窄之后呢，它的焦点位出现在10月9号到10月10号。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我们知道啊，变盘大概率发生的时间呢是在近焦点这个位置上。那么我们综合来看呢，美股如果在本周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呢，那在当前的一个窄收敛的情况下啊，当前比特币行情当中的一个窄收敛的情况下，它大概率容易出现一定的反弹。那么从这轮行情上来看啊，第一轮反弹呢，它的反弹幅度呢是40%啊，40%。第二轮反弹呢，它的反弹幅度呢是22%。那本轮的反弹呢，我们看到最低点到最高点是12%，但是后面行情当中，我认为从最低点，目前第3轮波谷的最低点18210反弹上来呢，大概率会有15%左右的反弹。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位啊，这轮反弹的目标位不高，但是有啊，是在21000美金附近啊。
综上所述啊，我们观察到第3次波谷形成之后，它是有机会反弹的，反弹目标位是$21,000附近啊，这是重点，一定要记住。那么这轮反弹结束之后呢，我认为10月比特币月的行情就宣告结束啊。那目前啊，它在持续震荡过程当中正在酝酿这种变化啊，耐心等待它出现这种变化之后，再补充什么呢？补充我们的空单。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说了啊，我们这一轮行情比特币的目标位呢是在$10,500附近，也就是比特币最大跌幅85%之后啊，剩余价值15%的情况下，比特币的价格呢是在$10,500。那目前呢，如果反弹到21,000附近之后啊，跌到$10,500，刚好是50%的利润空间。如果5倍杠杆的话，就是利润有250%。所以呢，趋势在下行趋势的反弹过程当中，如果有反弹，就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好的位置。那么在反弹震荡修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目前能够看到行情偏弱势，很多山寨币都位于低谷。唯一表现的2个山寨币呢，我在昨天和前天的行情当中都给了出来，一个是 LUNC Luna C 这个代币，一个呢就是 ERN一个是 ERN。 目前呢这2个代币呢表现还比较良好表现都比较良好，都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上特别是 LCN 也就是 Luna C 在最近一段时间它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之后，后面应该还会有所表现耐心等待持仓即可当然了，你也可以根据我的 K 线西游战法或者是4项战法呢，结合一下点位分布式布局，然后最终呢在设置止损的情况下去博一下它的现货行情因为这2个币种呢波动都非常大波动非常大的前提下呢，做合约做的时候感觉会很跳非常容易受到损失。所以呢，对于这2个币种这2个山寨币波动大的山寨币，我建议是做一些它的现货。然后呢，我们回到以太坊。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在这轮行情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呢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日线下跌西游之后，一直围绕这个压力线，也就是 0.069 附近做震荡这个震荡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在周线的这个级别上，它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有加速下跌的可能性，最终呢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当前的震荡已经接近这个波峰连线的这个外缘部分。接近这个部分之后，行情很可能会持续快速的下行持续快速的下行。所以呢，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呢依然坚挺在$19,000，但是以太坊的价格呢已经跌破了1300这轮行情呢，我们可以这样看当前行情以太坊日线级别对 USDT 的交易对以横带跌的走出了它的一个波峰连线这个压力这个压力呢是周线级别的压力。我们看到了是从去年11月份从前年20年11月份连接过来之后在$1300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目前以太坊由于以横带跌，就是它横盘穿越了这个压力位。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如果一旦以太坊重新回到这个压力区间，比如说有一个快速的急跌，重新回到这个压力区间，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呢，以太坊有可能做什么动作呢？有可能做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动作。那目前周线级别以太坊本身已经出现了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目前周线级别它正处在这个沙僧阴线。那沙僧阴线，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是多震荡的，所以呢，在以太坊本身的这个周线级别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它更多的这个震荡在这里面发生。那么以太坊如果最终完成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它的目标位是$1100
完成一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呢，它仍然会有一个下跌的空间，最终的目标位是$260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然后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急速拉升的这个币种 LUNC Luna C， 回到这里呢，我们怎么看呢？那目前这段行情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1000倍 Luna C 吧，因为那个 Luna C 本身是 Luna 的一个原生代币跌破归零之后呢，它的 K 线已经非常难看了。我们看它的这个1000倍 LUNC在这个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前面它发生了2轮的日线上涨，日线级别的上涨是有2轮构成了还不构成周线级别上涨。但是我们看到本轮次它的上涨呢，是基于一个下跌收敛结构。下跌收敛结构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它发生了第二轮次的上涨。那这轮上涨呢，我们看它的时间级别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为什么说它4小时级别上涨呢？因为它的第一根阳线，这个巨大量的阳线是由一个消息性的利好也就是说交易 LUNC 的手续费在币安平台交易 LUNC 的手续费呢，无论你是现货也好，还是合约也好都会把这个手续费的收入打入黑洞。这种情况下呢，它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这个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它是在这个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突破的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目前正在走8件阳线组。8件阳线组呢，目前4小时级别站上了1690均线，站上1690均线，它就有继续走这个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的目标位就可以看到 0.5 附近，这个 0.5 是乘以1000倍的了，我们看的是1000倍的 LUNC Luna C 所以呢，目前如果它还在 0.32 以上的话，就有这种机会，就有这种可能。所以呢本周我们还是继续观看它的表现现货可以买一点，合约的话低倍杠杆。然后这个 ERN 这个代币很有意思你看日线级别呢，目前它走出了第一根悟空阳线之后呢，突破了日线级别的1690均线，突破之后呢，目前处在8件阳线的这个势力范围，这是日线级别的。如果日线级别继续上涨的话，能够到达$5.3附近。为什么到达这里呢？是因为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结构，它属于一个压力结构，到达这个位置$5.5附近$5.3这个区间，它是一个压力位。如果能够走出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目标位是这里，压力位也是这里或者可能多突破一些，站上去之后才可以继续看它的上行行情。那么现在呢，它有这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表现机会。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构上涨之后，4小时级别拉升之后，4小时级别对称性下跌，然后再次进行4小时级别上涨，出现一个新高之后，构成了一个左低右高的结构。这种结构非常常见于一个诱空结构，我们经常看到行情当中会走出这种左低右高右空右多诱导多头在新高之后进场之后绞杀。那么它这种结构呢是怎么样？后面的行情会怎么样走呢？我认为大概率它会走出一个收敛的三角形，完成这个收敛三角形之后再次进行上行动作。它的日线结构不跌破的情况下，日线结构不跌破 2.576 的情况下，它还有机会继续上行。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布局它的一个关键点是依托于它的形成的一个波谷连线在这个波谷连线附近去进行布局。那么我们当前还没有可以画出真实的波谷连线的一个方案，所以呢，我们通过它在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波峰和一个波谷，找到这样的2个点之后，然后结合均线，看到可以布局的位置大概是在$2.8附近。所以呢，我们正在耐心等待它回落到这个位置2.8到2.9这个区间之后再行布局那如果跌破的话，我们再次找到一个
适合的止损位置啊，就是无论什么样的结构当中进场，你都要找到一个合理的止损位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对它有个预期啊。如果出现达到我们止损位啊，立即出局，耐心观察它的结构之后再行进场。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